在上一个视频中已经介绍了如何下载、安装、配置 Android Studio， 并且创建了第一个 Android Studio 项目。在这个视频中将更加详细的讲述使用 Android Studio 创建 Android 项目的过程，内容包括项目模板和项目设置、项目结构、使用 Gradle 构建项目的过程、安装和使用 Android 虚拟机、布局设计工具。现在让我们到 Windows 的开始菜单中找到并且启动 Android Studio。在 Android Studio 启动窗口闪过之后，出现的是欢迎窗口，提示选择要进行的工作。总共有6个可选的项目，分别是创建一个新的 Android Studio 项目，打开一个已经存在的 Android Studio 项目，从版本控制服务器中拉取一个项目，分析和调试 APK 文件，导入 Gradle 或者是 Eclipse 项目，导入 Android 样板代码。点击 Start a new Android Studio Project 之后，进入的是项目模板选择窗口。Android Studio 提供了5种类型的项目模板，分别是手机和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电视、Android Automotive 是安卓为汽车仪表提供的一个分支项目。Android Things 是安卓为嵌入式操作系统提供的一个分支。为了介绍安卓项目结构，我们选择最基础的项目模板，也就是 No Activity 模板，创建一个新的安卓项目。在这里输入的项目名称将显示在安卓启动器上。安卓启动器类似于 Windows 的桌面，每一个安卓应用在上面都会有一个图标和一个名称，点击图标和名称就可以启动安卓应用。大家在我的手机屏幕上看到的是为本系列视频编写的一个样板应用， Motil 就是这个应用的 name。因为 Android Launcher 分配给每个应用的位置特别小，所以应用的名称不能太长，要控制在2个单词以内，并且与其他应用的名称之间要有明显的区别。我们把这个应用的 name 设置为 First App。 默认情况下 Package Name 即是项目类文件所在的包，也是应用的 Application ID。每一个 Android App 都需要一个看上去很像 Java 包名的 Application ID。Application ID 也是应用在设备和应用商店中的唯一标志。当你向应用商店上传一个新版本的应用的时候，新版本 APK 的 Application ID 和签名证书必须与旧版本的完全相同。如果 Application ID 发生了变化，应用商店会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应用，所以应用一旦发布，将永远不能再更改 Application ID。 不过大家不用紧张，在应用正式发布之前， Application ID 是可以随意更改的，所以不用太在意这里设置的 Package Name 以后是否会发生变化。另外 Android Studio 使用的 Gradle 构建工具也允许 Package Name 和 Application ID 使用不同的值。Save Location 是项目在本地的存储位置。现在项目开发都会将本地内容与版本控制服务器进行同步管理，本地保存的内容只是版本控制服务器中内容的一个副本。Language 是指当 Android Studio 为新项目自动生成代码的时候所采用的编程语言。Android Studio 并没有限制在项目中只能使用一种程序语言，也就是说 Android Studio 项目可以采用多种语言混合编写。我们选择 Java 作为本项目的主要程序语言。Minimum SDK 是项目最低兼容的 SDK 版本，
选择的安卓 SDK 版本越低，应用所支持的安卓设备就越多，但是会导致应用无法使用高版本安卓所提供的特性，反之亦然。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择，点击 Help Me Choose 可以看到更详细的信息。虽然还有大概 6% 的设备操作系统版本在安卓5以下，但是这些设备基本上都处于闲置或者停止更新状态，所以在开发新的安卓项目的时候，完全不用考虑这些设备。Use Logistic Android Support Libraries 是询问是否使用旧版本的安卓支持库。如果取消这个选项，则表示只使用最新的 Android X 支持库。在所有内容都填写完成之后，点击 Finish 按钮， Android Studio 开始生成项目所必须的文件。在 Android Studio 窗口的左侧是项目导航区，点击 Project 开关按钮，可以打开或关闭项目导航区。为了满足不同工作场景的需要， Android Studio 提供了多个项目导航视图，让开发者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查看项目内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安卓导航视图。在这个导航视图中，项目内容被分为 App 和 Gradle 两大类。App 文件夹中存放的是程序的源代码和资源文件，与构建、编译、打包相关的配置信息和可执行脚本则存放在 Gradle 文件夹中。Gradle 是一个开源的自动化构建工具，通过执行采用 GROE 动态语言编写的脚本完成构建过程。用户可以根据项目的需要调整配置信息，修改构建脚本，以满足特有的配置、编译、构建和打包工作。Android Studio 为 Gradle 提供了专门的插件和包装类，使其成为安卓应用的构建工具。通过导航区上面的下拉菜单，可以切换到其他导航视图。我经常使用的是 Project 导航视图，因为这个视图既能够体现出项目文件之间的关系，又能够看出每个文件的实际存储位置，方便于查找和编辑每一个文件。在 Project 导航视图的最上方显示的是项目名称和项目在本地的保存路径。展开之后是完整的项目结构，右边的图形显示的是重新规整之后的项目结构。接下来我会逐个介绍每个文件或文件夹的用途。与 Android Studio 本身环境有关的信息，比如色彩主题、字符集、插件等内容，全部都保存在点 Idea 文件夹中。因为这些内容可以通过 Android Studio 的图形界面进行设置，所以无需关心这个文件夹中具体存放了什么。如果需要调整 Android Studio 的环境，直接找到对应的图形工具进行修改就可以。默认情况下， Android Studio 使用 Git 作为版本控制服务器，所以当创建新的项目的时候，也会创建 Git Ignore 文件。在 Git Ignore 中列出的是那些需要排除在版本控制以外的文件或者是文件夹。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文件的内容。首先，打开项目根目录中的 Git Ignore， 从文件的内容可以看出 Idea 文件夹中所有的内容都被排除在版本控制以外。这是因为在团队合作开发的过程中，不可能要求每个成员的 Android Studio 的配置完全一样，所以也就不需要在他们之间共享这些环境配置信息。在 App 文件夹中也有一个 Git Ignore 文件，打开之后会发现里面列出的还是一个不存在的 build 文件夹。这个文件夹中保存的是 App 构建之后生成的文件，因为我们还没有对项目进行构建，所以这个文件夹还不存在。Git 版本控制是一项单独的技术，与 Android 应用开发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
在这里就不再做更多的说明。如果大家想进一步学习 Git 相关的技术，可以参考相关的文档和教程。在项目结构书中可以看到多个名字中带有 Gradle 的文件，这些文件都与 Gradle 有关。.Gradle 文件夹中存放的是构建过程中所产生的缓存文件。Gradle 文件夹中存放的是 Android Studio 为 Gradle 提供的封装类。使用 Android Studio 过程中不需要对这两个文件夹中的内容进行任何修改。Gradle W 和 Gradle WBAT 分别是为 Unix 架构系统和 Windows 系统提供的，用于启动 Gradle 的脚本文件。为了更容易理解与 Gradle 相关的其他几个文件，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Gradle 构建项目的过程。Gradle 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完成项目的构建工作：一、从 Gradle Properties 和 Local Properties 文件中读取构建脚本运行所需要的全局变量，为构建过程做准备。二、执行 settings.gradle 脚本，获取参与构建的模块列表。三、执行 project 文件夹中的 build Gradle 脚本，初始化整个项目的构建环境。四、执行 model 文件夹中的 build Gradle 脚本，完成 model 的构建工作。五、完成构建的收尾工作。默认情况下 Gradle 使用 GRUDSL 作为构建脚本语言。除了 GRUDSL 外， Gradle 也可以使用 Kotlin DSL 脚本语言。在本项目中使用的是 GRUDSL。DSL 是 Domain Specific Language 的缩写，意思就是特定领域的语言。用在这里含义就是构建项目的领域语言。现在屏幕上显示的两个网络地址分别是 GRUDSL 和安卓 Plugin DSL 的文档地址。在这两个文档中可以查阅到构建脚本中使用到的全部方法。Gradle Properties 中存放的是可以在团队成员之间共享的与项目构建过程有关的全局变量。rg.gradle.gemargles 参数用于分配虚拟机内存。因为 Gradle 是运行在 Java 虚拟机中的，所以要为其分配虚拟机内存。适当加大这个参数值，可以提高 Gradle 的运行效率。Android.use AndroidX 表示使用 AndroidX 作为项目的支持库。Android.enable.jitfer 表示项目中使用到的其他的依赖包也全部都迁移到 AndroidX。Local.property 中存放的是无法在项目成员之间共享的与项目构建过程中有关的变量。在本项目中，这个文件中只定义了一个变量，就是安卓 SDK 在本地的保存位置。Settings.gradle 类似于 Java 的manage方法，相当于 Gradle 脚本的执行入口。通过这个脚本， Gradle 可以知道有哪些 model 要参与构建。Include 方法把 model 加入到等待构建的项目列表中。如果有多个项目需要参加构建，可以多次执行 include 方法。第二行内容定义了根项目的名称。Gradle 中所说的项目实际上就是 Android Studio 中的 model。因为 Gradle 和 Android Studio 分属于不同的组织，所以它们在一些元素的命名上会存在冲突。大家只需要注意这些名词之间的对应关系，不要产生混淆就可以。另外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Settings.gradle 以及接着要介绍的两个文件都是采用 GUI 程序语言编写的可执行脚本，不是普通的配置文件。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每一行内容都是一行程序代码，并不是一种特别格式的配置信息。Project 文件夹中的 build Gradle 是整个项目的构建脚本。在这个脚本文件中有三个方法。Build subgroup 方法用于定义项目构建脚本的 class path。
repository 方法用于定义下载依赖包的仓库地址。Google 方法返回的是 Google Moon 的仓库地址。JSON 方法返回的是 JSON 仓库的地址。现在屏幕上显示的两个网络地址分别是 Google 的 Moon 仓库地址和 JSON 的仓库地址。Dependencies 类似于哈希 map， 可以保存任何以 name value 形式的信息。在这里的用途是把 Android Studio 为 Gradle 提供的插件添加到 ClassPath 变量中。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使用 Dependencies 保存其他信息。在 All Projects 方法中，为所有的项目定义了下载依赖包的仓库地址。Clean 方法负责在构建工作结束后删除构建过程中所产生的临时文件。App 文件夹中的 Build Gradle 是为 App Model 提供的构建脚本。Apply Plugin 语句用途是导入 com.安卓.application 插件。com.安卓.application 是安卓针对 Gradle 提供的扩展。安卓代码端是一个闭包对象，负责定义构建项目所需要的条件信息。Complete SDK Version 变量表示编译模块所采用的 SDK 版本。Min SDK Version 变量表示编译之后的模块最低兼容的 SDK 版本。Target SDK Version 变量表示编译之后的模块所具备的 SDK 特征。这个变量可以是 Min SDK Version 和 Complete SDK Version 之间的任何一个版本。当Target SDK Version 低于 Complete SDK Version 的时候，虽然编译过程中使用的是 Complete SDK， 但是编译之后模块表现出的特征只能达到 Target SDK。通过这个变量可以让开发者达到使用最新的 SDK 编写为早期系统开发的项目的目的。Application ID 是模块的唯一 ID， 这个 ID 在项目发布之前可以随意修改，一旦发布到应用服务器之后，就不能再做任何调整。Application ID 可以与模块的包名称相同，也可以不同。Build Type 时钟列出的是构建类型 ，Release 并不是关键字，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增加新的构建类型。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 Dependencies 方法的功能，在这里的用途是添加模块所需要的各种依赖包。前面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介绍 Gradle， 通过这些介绍只能对 Gradle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还达不到灵活使用的程度。大家可以通过查阅前面给出的两个文档进一步进行学习。本系列视频后续内容也会根据需要做一些深入的介绍。总之，大家清楚，深入了解和学习如何使用 Gradle 是提升安卓应用开发必备的技能之一。每个 Android Studio 项目都可以包含多个 model。model 之间可以彼此独立，也可以互相依赖。在本项目中只包含一个 model， 也就是 App。Labs 文件夹用于存放模块的本地依赖包，比如一些 JR 文件。src 文件夹中存放的是源代码，其中 Main 文件夹中存放的是正式代码，测试代码之类的辅助代码则存放在 Main 以外的地方。以上这些内容就是 Android Studio 的项目结构树。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Main 文件夹中存放的正式代码。在每一个安卓项目的源代码根目录下都会有一个 Android Manifest XML 文件，这个文件既是项目的整体描述文件，也是项目与 Gradle 应用商店之间的桥梁。Gradle 和应用商店通过这个文件来了解项目中所包含的内容。在查看这个文件内容之前，我们先展开 Main 文件夹下所有的目录，以便于了解 Android Manifest XML 与其他文件之间的关系。在 Android Manifest XML 跟标签 Manifest 中可以看到 Package 属性。
Gradle 在对项目进行构建过程中，会通过这个属性来确定源代码所在的位置。箭头所指向的文件夹就是 Package 的实际存储位置。项目构建结束之后，进行打包之前 ，Gradle 会使用 Build Gradle 中定义的 Application ID 变量来替换这个属性。也就是说 ，Build Gradle 中的 Application ID 与 Android Files 中的 Package 可以采用不同的值。有时候，采用不同的值更便于源代码的更新和管理。比如，在项目已经发布之后，因为需要调整源代码结构，导致 Package 的定义发生变化，但是因为这时已经无法更改 Application ID， 只能让二者采取不同的值。把 Application 标签中的 Allow Backup 属性设置为 False， 可以禁止用户在 USB 调试模式下对已经发布的应用进行备份。在这里设为 True 是为了方便于调试。出于安全原因，在应用正式发布之前，一定要把这个属性修改为 False。Echo 和 RoundEcho 属性用来指定应用在安卓启动器中所显示的图标。Lab 用来指定应用在安卓启动器中所显示的名称。因为有的安卓启动器中使用的是方形图标，有的安卓启动器中使用的是圆形图标。为了适应不同的安卓启动器， Application 标签提供了 Echo 和 RoundEcho 两个属性。@mipmap /launcher 和@mipmap /round 表示的是引用 mipmap 类别下的 /launcher 和 /round 资源。RES 文件夹是存放资源的地方，根据资源类型的不同，又细分为多个子文件夹。根据资源的用途，安卓将资源分为动画、颜色、图片、字符串、风格、字体等多种类型。虽然资源类型很多，但是除了传统格式的图片、字体等资源以外，大部分资源都是采用 XML 格式定义的。采用 XML 格式定义资源有非常多的好处，如占用的存储空间小，容易归类，可以直接通过程序分析和操纵资源内容。这也是在安卓中每个类型的资源都有对应的封装类和操作类的原因。现在在屏幕上显示的是在 XML 中引用资源的语法格式。Package name 是资源所在的包名称，如果资源的引用者与资源在同一个包中，可以省略 Package name。Resource type 是资源的类型。mipmap 类别主要用于存放应用的启动图标。为了满足不同的安卓启动器和不同分辨率的屏幕需要，安卓 Studio 生成了多个图标，每个图标都有一个对应的分辨率范围。因为启动器图标过于复杂，为了减轻开发者工作，安卓 Studio 提供了专门的启动图标管理工具。除 mipmap 类型资源以外，安卓还定义了 Drawable、Color、Layout、String、Style 等多种其他类别的资源。稍等，我们就会接触到 String、Style 和 Color 这三类资源。点击 Label 属性之后，会发现 Label 属性引用的是 @string_appname 资源。该资源定义在 Windows 文件夹下的 strings.xml 中。strings.xml 资源文件中保存的是字符串类型资源，将字符串从程序代码中分离出来定义，不仅有利于重复使用，还可以把多语言支持这类复杂工作简化为简单的为每个语言单独定义一个 XML 文件。我们看到现在 string.xml 资源文件中只定义了一条信息，就是 appname， 后面我们会在向里面增加另外的一条内容。这幕属性用于指定应用所采用的 UI 主题。appgem 资源定义在 Windows 目录下的 styles.xml 中。使用不同的 UI 主题可以让应用拥有不同的外观。因为
UI 主题相关内容非常重要，也非常复杂，所以我们会单独录制2个视频来讲解安卓应用的 UI 主题，在这里不再详细说明。在 AppGem 中引用了3个颜色资源，这3个资源定义在 Windows 目录下的 Class XML 中。通过屏幕上的内容，大家已经能够看出并且初步了解在安卓中如何存放、定义和使用资源信息。因为现在 First App 还是一个空壳，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所以在安卓 Manifest 文件中还没有看到其他的信息。接下来让我们为 First App 创建一个 Activity， 然后再看一下安卓 Manifest XML 会发生什么变化。每个 Activity 都需要一个 Class 文件和一个 Logout 文件。Logout 文件负责管理窗口中的元素以及元素之间的位置关系。虽然通过 Activity 对话框可以同时创建 Class 文件和 Logout 文件，但是为了让大家理解2个文件各自的作用，我们分2次完成文件创建工作。首先要创建的是 Logout 文件，在左侧的导航视图中的 App Model 下任何位置点击鼠标右键，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New Android Resource Field 之后，会出现新建资源文件对话框。File Name 是 Logout 文件的名称，我们把这个文件命名为 Main Activity。Resource Type 是资源文件的类型，在这里选择 Logout 类型。从下拉菜单中可以看到 Drawable、Font、Menu 等多种资源文件类型，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对话框可以创建多种类型的资源。Root Element 是根元素的类型，默认给出的是 Constraint Logout。Constraint Logout 叫做约束布局，是安卓中最强大的布局工具，但是用起来也相对比较复杂。我们会提供一个单独的视频，讲解如何使用 Constraint Logout。在这里，我们选了一个相对简单的布局，就是 Layer Logout， 也就是线性布局。安卓 Studio 允许对源代码进行分组，比如调试代码分为一组，发布代码分为一组。在我们这个项目中，只有 main 一个代码组。Source Set 的用途就是为这个布局文件选择代码组。Directory Name 是布局文件的存放路径，直接使用默认的 Logout 就可以。安卓中的资源文件既可以用于全部场景，也可以限定只能用于某个国家、地区、语言等特定场景。额外类包 Qualifiers 列表框列出的就是可选的场景类型。因为这是一个普通的例子，并不打算进行场景区分，所以对这一项不做任何的选择。在填写完全部内容之后，选择 OK 按钮。安卓 Studio 会在 iOS 路径下创建一个 Logout 目录，并在其中创建一个 Main Activity.xml 文件。现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刚刚创建的 Main Activity.xml 文件。Layer Logout 是线性布局元件。Orientation 用于定义布局的方向，在这里定义的方向是垂直方向。Logout Width 和 Logout Height 用于定义布局覆盖范围，在这里定义的是充满上级布局。Layer Logout 既然是根布局，为什么还有上级布局呢？这个问题我们会放在关于 APP 启动过程的视频中进行讲解。安卓 Studio 为布局文件提供了 Source、Separate、Designer 3个视图。Source 视图只能查看布局文件的源代码。Separate 视图可以在查看源代码的同时对布局进行预览。通过 Designer 视图可以采用拖拽的方式设计布局文件。在 Designer 视图的左上角列出的是可用元件，左下角是元件数，中间是布局预览，右边是元件的属性。Designer 视图看上去像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特别是修改元件属性的时候非常不方便。对于熟练的开发者来说， Separate 视图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
Split 视图可以在编写源代码的同时预览代码的结果。出于演示目的，我们还是通过 Designer 视图向布局中添加两个元件，分别是 TextWave 和 Button。把这两个元件拖拽到布局中之后，左下角的元件数也随之发生变化。现在让我们回到 Split 视图，进一步完成布局的设计工作。在 Layer Layout 中多出的两个元件，就是刚才在 Designer 视图中通过拖拽的方式添加的 TextWave 和 Button。Layer Layout 中的 Gravity 属性的用途是定义子元素在负元素中的对齐方式。大家会发现，当 Gravity 属性的值设置为水平居中之后， TextWave 和 Button 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变化。这是因为现在 TextWave 和 Button 的 Layout Width 属性值还都是 Mass-Parent， 也就是填满负元素。当把它们的 Layout Width 属性修改为 Web Content， 也就是恰好容纳自身内容的宽度之后，就可以看到水平居中的效果了。Layout Margin Top 属性是设置元素的上边白，在这里分别为 TextWave 和 Button 是指 48dp 和 16dp 的上边白，让它们与各自的顶部拉开一点距离。接下来把 TextWave 的文字大小增加到 36xp， Button 的文字大小增加到 16xp。 为什么边白的长度单位是 dp， 而文字大小的长度单位却是 xp？这个问题我们放在 UI 主题视频中统一进行介绍。在代码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黄色的方框，鼠标移过去之后会提示存在两个警告信息。在预览视图的右上角有一个带叹号的黄色框，顺着提示会看到出现叹号的原因是因为 TextWave 和 Button 两个元件的 text 属性使用的是硬编码的字符串。让我们打开 strings.xml 资源文件，向其中填写几个字符串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在 strings.xml 中，我们添加了3个字符串资源，分别是 main.hello、main.title 和 main.button。添加过字符串资源之后，返回到 main.activity 中，把 main.hello 和 main.button 分别设置为 TextWave 和 Button 两个元件的 text 属性。@符号表示引用资源， string 表示的是资源类型为字符串， main.hello 和 main.button 分别是资源的名称。到这里，大家会发现预览视图右上角的叹号已经消失，说明整个布局文件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创建 Activity 的类文件。在左侧导航视图中 App Model 下的任何位置点击鼠标右键，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New Activity Input Activity 之后，会出现 Activity Configurator 的对话框。 Activity Name 是 Activity 对应的 Class Name。 因为打算把这个 Activity 作为主 Activity， 所以继续保留 Main Activity 这个名字。因为在创建这个 Activity 之前，我们已经创建过了 Layout 文件，所以取消 Generate a Layout File 这个选项。每一个安卓项目都需要有一个 Launcher Activity， 也就是 App 启动之后要显示的第一个窗口。Main Activity 是 First App 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 Activity， 所以必须勾选Launcher Activity 这个选项。 Pix Name 是 Activity 类所在的包名称，默认是项目的包名称，也可以修改成其他的包名称。如果修改之后的包名称不存在，安卓 Studio 会自动创建。Source Language 是生成类文件所使用的程序语言，我们选择 Java 程序语言。在所有内容都填写好之后，点击 Finish 按钮，安卓 Studio 会自动生成并且打开 Main.Activity.java。 在解释和修改 Main.Activity 类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安卓 Manifest 文件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安卓 Manifest 文件中出现了刚刚生成的 Main.Activity。安卓 Instant Action Main 和安卓 Instant Category Launcher 这两个属性的值是用来指定 Main Activity 既是主窗口也是启动窗口。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属性必须同时使用才能够生效。
Main Activity 继承自 Apple Compile Activity。为了确保用户能够使用最新的安卓特性，安卓使用 Apple Compile Activity 替代了老版本的 Activity 类。现在布局文件和 Activity 类之间还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在 Accurate 方法中增加一个 Set Content View 方法，将布局文件指定给 Activity。现在屏幕上显示的是在类文件中引用资源的语法格式。大家会发现，在类文件中使用资源的语法格式与在 XML 中使用资源的语法格式非常类似，只是少了前缀的 at 符号，并且在 Resource Type 前面增加了一个 R。R 是安卓 Studio 自动生成的资源引用封装类。现在 First App 已经是一个可以运行的 App， 在运行之前先检查一下 Running Configuration， 确保 Launcher 选择的是 Default Activity， 否则调试工具只会向虚拟机或者实体设备中安装应用，不会帮助进行自动启动应用。接下来为了运行 First App， 还需要安装虚拟机，在运行下拉框中选择 Open AVD Manager 之后，点击创建虚拟机设备按钮。从选择硬件窗口中可以看出，可供选的硬件几乎都是谷歌的手机设备。在选择 Pixel SL 之后，点击 Next 按钮。接下来会要求选择系统镜像文件，因为 Android Q 也就是 API 29镜像文件还没有下载，所以需要先下载 API 29镜像文件。镜像文件下载结束之后，选择 Android Q 并选择下一步。接下来是虚拟机设置窗口，展开高级选项之后，会出现 CPU、内存、摄像头、SD 卡等设置选项，这些设置采用默认值就可以。设置完成以后，会提示已经存在一个名称为 Pixel SL API 29的虚拟机。关闭提示窗口之后，会发现在运行下拉列表中也出现了 Pixel SL API 29选项。点击运行按钮，安卓 Studio 开始启动虚拟机，并向其中安装应用。虚拟机的启动时间取决于每个人的电脑硬件配置情况。我的电脑比较慢，实际启动的时间比较长。大家看到的是剪辑之后的结果。这时候点击 First App 按钮，还没有任何反应。接下来我们为它添加一个事件处理方法。具体代码在这里就不再讲述。重新启动 First App， 点击按钮，已经可以看到效果。关于安卓 Studio 的项目结构就介绍到这里，里面涉及到的一些细节知识会在后续的视频中陆续详细说明。